知道除了中国，还有哪些国家有第6代战机吗？现在咱们已经亮相了3款6代战机，那你知道有几个国家已经造出来了吗？其他国家的6代机是什么情况？你知道吗？咱们摸着石头过河，终于搞出了自己的6代机，但现在其他国家连6代机的影子都没见到。我说咱们的6代机遥遥领先，大家应该没意见吧？毕竟谁先搞出6代机，谁就能在未来的空战中掌握主动权。本期全球盘点季就带各位观众老爷看看全球研制6代机的国家有哪些，顺便看看谁家的6代机更厉害。第5个，英国、意大利和日本组团研制的全球空中作战计划。这原本是英国自己搞的名为暴风的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结果日本和意大利也想搞6代机，于是3国干脆联合在一起，弄出了个 GCAP 全球空中作战计划的项目。这也比较好理解，主要是单独研发的话技术不够，而且钱也紧张，于是就把日本的 FX 项目和英意的暴风项目捏在一起，成了3国共同开发。而且这个项目目标很明确，计划在2026年完成试飞测试机，2027年完成首飞原型机，到了2035年正式部署，并陆续取代各自的老款战机。他们分工也很明确，由英国负责造机体和雷达，日本负责造发动机和传感器，意大利负责造电子战和通信系统。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款主打实用、隐身、超巡航、AI 辅助和武器模块化的第6代战机，不仅自己用，还要出口赚钱。毕竟新型战机的研发费用可不低，英国就投入了20亿英镑，日本也直接拨款1087亿日元，就为了能让这个项目顺利进行。整体来看，项目的任务分配倒是不错，但从目前的速度来看，确实比较慢。从2020年底3国携手开展研发工作，到2025年5月21日，这个项目才首次在东京军警防务展览会上公开了下一代战斗机的模型。这个模型长2米，宽1.5米，从模型就可以推测出约为实体战机的1/10，尺寸不是很大，应该和咱们的歼20差不多。从公开的信息推测，初期生产型6代机可能搭载2台与现役台风战斗机相同的发动机，单台推力约为9吨，总推力在18吨左右。但除了这些就没有更多消息传出。相比咱们的6代机，已经有3架飞上天，他们造的第6代战机预计还要到2027年才能试飞原型机，而且发动机还是用的台风的发动机，总体来说确实不咋地。第4个，法国、德国和西班牙组团研制的 FCAS 未来作战空中系统。这个系统是要造一个空中生态，而它的目标就是一架6代机带着一群无人机、预警机和卫星，用一个空战云把它们连起来，实现未来空战联网智能协同。听起来是不是很高级？但进度却让人着急。这个项目在2019年6月就正式开展，但到目前也没看到什么实际的东西。而作为项目核心的第6代战机，现在连影子也没见到。不过据说这款战斗机采用单座设计，配备最先进的发动机，同时还搭载了各种先进的设备，隐身能力也将大大提高，功能和性能上都会超越目前的第5代战机。说白了，还是处于 PPT 阶段，据说是研发面临诸多技术挑战，不管是动力系统还是电子设备等重要部件，都还没能完成技术攻克。不过按照他们制定的计划来看，2020年完成项目框架，2022年开展研发，预计2028年至2029年就有原型机试飞，到了2040年计划6代机正式服役。速度慢是慢了点，反正也打不赢咱们的第6代战机，只是欧洲的这些土财主确实有钱。整个项目预算估计超过了1000亿欧元，是欧洲防务史上最大的投资之一。虽然进度很慢，但是这个项目的潜力还是相当大，只要后期不出大问题，在2040年他们的第6代战机应该就出来了。第3个，俄罗斯米格41战斗机。在第6代战斗机的研发方面，俄罗斯就没有跟着美欧的思路走，而是把米格41定位成未来远程截击系统，主要用来替代米格31，专门用来打高速目标。据说巡航速度达到4至5马赫，最高飞行速度甚至能达到6马赫，而且还能攀升至临近空间，飞行高度相当高。不仅如此，米格41的武器也相当亮眼，要装备反导弹激光武器和反卫星武器。不过想法很美好，现实很骨感。米格41这个项目早在2013年就正式启动，直到2019年才完成飞机外形的研究工作。顺利的话，可能在今年就能看到米格41的首飞。不过从目前俄罗斯的经济和大背景角度看，这个项目肯定要往后拖。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军工被西方制裁，经济吃紧，勉强能撑下去已经很不错了。而且这几天还和川普进行了谈判，或许也有缓和的空间。不过话说回来，米格41确实是一架好飞机，虽然很多参数没有公开或者还没有造出来，但在未来空战和空天对抗中，米格41还是保有一席之地。第2个，美国 F-47战斗机。其实早在2007年，美国就正式启动了名叫下一代空中优势的项
项目，该项目就是要研发一款全新的第6代战机，以确保美国在21世纪中叶及以后的全球空中优势地位。而大名鼎鼎的 F-47战斗机就此应运而生。到了2024年底和2025年初，咱们国家先后亮相的第6代战机歼36和歼50，顿时让美国压力倍增。于是在3月份，五角大楼直接给波音甩了200亿美元的大合同，就是让他们加快 F-47的开发进度，并且还要运用最先进的隐形技术，造一架有史以来最先进、性能最强、杀伤力最强的飞机。据说早在2019年，波音公司就首飞了第6代战斗机的试验验证机。2020年9月份，成功试飞了一架全尺寸飞行演示机。到了2022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首飞了基于第6代战机的试验验证机。在2023年，还有消息说，美国已经有3架全尺寸飞行演示机进行了试飞，但到了2024年7月，这个项目被暂停。直到今年，咱们的第6代战机已经满天飞，这时老美才开始慌了，立马就将他们的第6代战机命名为 F-47， 字面意思就能看出来，数字就是要比咱们的歼36数字大。不过到了现在，依旧还是没见到 F-47试飞的视频，有的只是 PPT 和渲染视频，而且据说预算相当吓人，一架 F-47可能就要3亿美元起步，这还不算那些无人僚机的钱。虽然老美一直是咱们的对手，咱们也不想他过得好，再加上现在稀土管制，恐怕他们也没有更多的资源来造新飞机，连生产线上的飞机都要停一停了。不过咱们依旧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老美的各种招数都相当恶心。第一个，中国第6代战机。要说目前第6代战机中出镜率最高、数量最多的，肯定是咱们国家的第6代战机。现在咱们国家已经有3款6代战机亮相，早在2024年底，成飞的6代机照片就在网络上疯传。而这款6代机就是歼36的原型机。据分析，歼36搭载了3台涡扇发动机，总推力高达50吨，翼展约 19.81 米，机身长度 22.56 米，采用菱形机翼和翼身融合设计，有着优秀的隐身性能。它摒弃传统垂尾和平尾，搭配全动副翼，最大起飞重量超过60吨，航程超过6000公里，作战半径3000公里。如果装备涡扇15发动机，超音速巡航能超2马赫，最大速度接近3马赫，而且能装6枚霹雳17导弹，还能挂载空地导弹。最关键的是，它能指挥12架无人机，形成空中军团，可以说是相当先进。到了2025年1月，美国动力网站卫星照片曝光了沈阳飞机工业集团厂区内出现无垂尾、无尾翼的神秘战机，它还采用了双发背部进气道设计，而这就是沈飞的歼50。歼50的无垂尾设计，配合兰姆达翼型主翼 ，X 波段雷达反射率极低，隐身优势相当显著。另外 3.5 米长的座舱能容纳2名飞行员，还集成 AI 系统和无人机指挥界面，能统筹多型无人机作战。预计主弹舱还能挂载霹雳21等导弹。为了提升隐身能力，它还舍弃了侧弹舱，不仅能完成高难度动作，超音速巡航能力也将更强。最关键的是，机腹还预留着建沟空间，为未来适配舰载机做好准备。或许在未来，它将成为我国核动力航母的主力战机，再与空警600等配合，直接组成空中杀阵。而在今年5月，西方军事专家称，中国已经有3款6代战机进行了试飞。又在8月4至5日，网友在西安上空又拍到疑似舰载版6代机，而且都是采用无尾翼设计。从咱们的多款第6代战机频繁出现，可以看出咱们中国的第6代战机已经基本成型，距离正式量产不远了。而根据咱们生产一代、研制一代、预研一代的传统美德，或许更优秀、更强悍的战机已经研制的差不多了。虽然作战构想上中国和美国思路很像，都是有人机带无人机群作战， AI 协同和数据链全面升级，预算虽然没公开，但从军工投入上看，咱们在发动机、雷达和电子战系统等方面的投入是相当大。后期只要隐身涂层的耐久度和发动机推力的稳定性等细节能在量产前打磨出来，咱们的量产版6代机就能先其他国家一步列装。那时候咱们中国就是第一个大规模服役6代机的国家了，到时候看看谁还敢在咱们家门口瞎嘚瑟。知道哪个国家的战斗机最多吗？你该不会以为第5代战机的产量很低吧？战斗机作为空中的重要战力，而且近年来制空权越来越重要，谁要是夺取了制空权，很大程度就能左右战场局势。更重要的是，战斗机不是谁想造就能造的。你看印度的光辉战机，从研发到服役，直到前段时间的印巴冲突，不管怎样，莫迪老先都不派自家光辉战
战机出场。为啥？因为他自己也怕光辉战机在全世界面前丢脸，派出了阵风和米格29出战，果不其然被我们的歼十 CE 哐哐哐的打下来5、6架。本期内容不讲哪个国家的战机厉害，全球盘点机，带各位观众老爷了解目前世界上战斗机最多的10个国家，顺便看看别人家战斗机数量和水平怎么样，跟咱们家的第5代、第6代能不能比一比。第10个，法国。法国现役战斗机约226架，数量并不算突出，但凭借阵风战机的影响力，在国际航空领域牢牢占据一席之地。阵风是全球唯一一款海空通用的4代半战机，毫不谦虚地说，它是个全能选手。它上能挂载 ASMPA 核导弹，执行战略威慑任务，下能从戴高乐号航母起飞，参与海外作战。在利比亚战争中，一架阵风就能单枪匹马突破俄军 S-300 防空圈，利用它先进的电子战系统干扰敌方雷达，精准摧毁目标，从此让世界见识到了法国战机的实力。法国空军清一色装备了4代半的阵风战斗机，性能确实不错，但印度买的时候肉疼的直抽。法国人还特别爱吹嘘阵风在演习中击落 F-22， 不过明眼人都知道那是在特定规则下的表演赛，真要实战，怕是连 F-35 都打不过。就在前段时间，印巴冲突时，印度就有3架阵风被巴基斯坦驾驶的歼十 CE 击落，关键巴方是在不想放大事态的情况下才击落了那么几架，如果全面反击，那或许就不止那寥寥几架了。此战让阵风跌落神坛，也让我国的歼十 CE 战机成了香饽饽。虽然阵风的战败有多种因素，但法国凭借阵风为自己争得一席之地，也为欧洲军工保留了尊严。第9个，土耳其。土耳其空军这几年可是戏精附体，一边抱着北约大腿，一边和俄罗斯眉来眼去，装备来源堪称国际大杂烩。目前土耳其空军现役战斗机约242架，有从美国购买的 F-16V， 也有从俄罗斯引进的 S-400 防空系统，还与韩国合作 KF-21 项目，同时自研 TFX 隐身战机，试图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但这种多方下注的策略看似聪明，实则隐患重重。因为坚持购买俄罗斯的 S-400， 土耳其直接被美国踢出 F-35 项目，前期投入的14亿美元定金打了水漂，还得罪了美国。而且自研的 TFX 项目进展缓慢，发动机隐身材料等关键技术都依赖国外。在爱琴海上空，土耳其 F-16虽能压制希腊幻影2000，但碰上硬茬，电子战短板立马暴露。而且土耳其采购的不同国家装备，后勤保障体系完全不同，维护成本居高不下，在大国博弈中反复横跳，土耳其未来的空中力量发展充满不确定性，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无先进战机可用的尴尬境地。另外，土耳其的飞行员流失严重，由于经济不景气，很多优秀飞行员选择去中东国家当雇佣军，现在土耳其空军每年培养的飞行员数量还赶不上流失的速度。第8个，以色列。号称中东小霸王的以色列现役战斗机约240架，数量虽少，但每一架都是实战精英。在战火纷飞的中东，以色列空军秉持以战代练的理念，实战经验非常丰富。以军的 F-35I 经过深度改装，能兼容本国的加伯列空空导弹和戴利拉巡航导弹，多次凭借隐身优势潜入叙利亚领空，对伊朗目标实施精确打击后全身而退，连俄罗斯的防空系统都没发现。F-15IA 装备了金鹰电子战吊舱，在黎巴嫩上空直接用微波武器瘫痪了真主党的无人机群，可以说他们的电子战能力相当不俗。由于以色列常年处于战争状态，每次实战后都会仔细分析数据，针对性改进装备。例如 F-16I 的保型油箱设计灵感就来自1982年的贝卡谷地空战。F-35I 的隐身涂层优化是研究俄制雷达的成果。在中东这片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的土地上，以色列凭借实战经验弥补数量劣势，可以说他已经成了中东最强空军。在战火纷飞的中东，硬是靠实力打出一片天，谁都不敢小瞧。第7个，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现役328架战斗机，不到印度的1/3，但人家善于把钱花在刀刃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空军发展之路。中巴联合搞的枭龙战机现在是绝对主力。Block 3型号装备了中国电科的 KLJ-7A 有源相控阵雷达和 SD-10A 中巨弹。在一次模拟空战中，枭龙 Block 3凭借先进的雷达，先于苏 30MKI 发现目标，并完成模拟攻击。更厉害的是，巴基斯坦把枭龙生产线都本土化了，一年能产15架。
自己够用还能出口，而且老旧的 F-16经过蝰蛇升级，搭配以色列的反辐射导弹，专门打印度的防空雷达，通过与中国共享预警机数据，以红旗 17A 防空系统为辅助，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冲突中多次凭借枭龙成功拦截印度战机。而就在近期的巴以冲突中，巴方就驾驶了歼十 CE 和枭龙大杀四方，零战损打下了印方多架战机，直接轰动了全世界。巴基斯坦用有限的资金打造出一支能保卫领空的精锐力量，堪称性价比之王。第6个，韩国。作为东亚怪物房之一的韩国，空军实力确实不差，现役的战斗机就有约450架，其中 F-35A 装备近100架，隐身战力在东亚看似不容小觑，但光鲜背后是深深的无奈。自主研发的 KF-21 猎鹰看似先进，实则外强中干，发动机依赖美国记忆公司的 F-414，雷达、航电等关键部件也多从国外进口，一旦供应链出现问题，比如美国卡脖子， KF-21 的量产将立刻陷入困境。而且韩国空军在作战体系上深度绑定驻韩美军，战时指挥权甚至部分掌握在美方手中。在美韩联合军演中，韩国战机的行动完全听从美军指挥，自主性大打折扣。虽然韩国的战斗机数量不算少，但缺乏核心技术自主性，在地区军事博弈中始终处于被动地位。韩国一心想打造大国空军，但从 KF-21 的现状来看，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要解决技术依赖问题，又要摆脱对美军的过度依赖。第5个，朝鲜。神秘的朝鲜虽然很少在外界露面，但大家都知道它的战力不俗。据了解，朝鲜现役的战斗机约有553架，不过大多是米格21、米格29这些老型号机型，但朝鲜懂得因地制宜，将米格29进行俄式升级，配备 R77 中距弹，具备了有限的超视距作战能力。苏25攻击机则挂载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这一操作对驻韩美军基地形成了不小的威慑。虽然朝鲜的军事技术落后，但朝鲜将有限的战机与庞大的地面防空系统紧密结合，构建起天罗地网般的防御体系，高射炮、防空导弹和战机协同作战，构成密集活网。凭借数量饱和战术，同样筑起了一道坚固的空中防线。此外，朝鲜还在积极探索无人机蜂群战术，用民用无人机改装成自杀式攻击机，试图以低成本手段突破敌方防空。这种以小博大的策略让美韩不敢轻视，每次军演都要把朝鲜空军作为重要对手来研究。第4个，印度。近期的巴以冲突也让我们看到了印度空军的短板。虽然印度空军20年里摔了176架战机，但是耐不住三哥家里有钱，缺什么就买什么，而且不买对的，只买贵的。据了解，印度空军目前在役的战斗机约为1080架，数量相当可观。不过装备都是万国造，有从俄罗斯引进的200多架苏30 MKI 矢量发动机，看似炫酷，实则问题不断，飞控系统故障频发，导致摔机事故不断，平均每年摔好几架，还被网友调侃为飞行棺材。而且还花费巨资从法国购入36架阵风战机，单价高达 2.4 亿美元，比黄金还贵。到手后却发现配套导弹射程被缩水，实际性能远不如宣传。或许这也是原因之一，才让我们看到阵风被歼十暴打的场面。除了这些，印度还有大名鼎鼎的光辉战机，历经30多年自主研发，投入大量资金，然而年产量却不足10架，性能仅达3代机水平，连印度空军自己都不太满意。看似印度空军强大，实则都是众多不同国家的装备，这让印度空军后勤保障混乱不堪，不同飞机的零件维护方式各不相同，印度甚至需要组建多支翻译团队来解读不同国家的技术手册。总的来说，印度战斗机虽然数量不少，但实际作战能力因内部问题大打折扣，在与巴基斯坦的冲突中也没占到多少便宜。第3个，俄罗斯。作为老牌军事强国，俄罗斯的战力没话说，虽然航空力量远没有苏联时期强悍，但它仍是世界上航空大国之一。据了解，目前俄罗斯现役的战斗机约2500多架，不过大多都是苏联那会儿留下来的遗产。苏57刚出来的时候，西方各种挑刺，说隐身不行，但俄军硬是把它和猎人无人机搭配，超机动性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叙利亚战场上，苏35靠着雪豹1雷达把北约战机盯得死死的，让对手不敢轻举妄动。不过俄罗斯现在日子也不好过，经济不行，军工产能跟不上，苏57一年就造几架，大量老旧战机还在服役。但战斗民族有自己的办法，把一部分飞机改装成匕首高超音速导弹的载机，玩起了非对称作战，在欧亚大陆上依然是块难啃的硬骨头。虽然俄罗斯在吃苏联的老本，但凭借深厚的技术底蕴和独特的战术创新，在欧亚大陆依旧保持着强大的空中威慑力。
第二个，中国，咱们国家的空军这10年的变化，用翻天覆地来形容一点不夸张。现在现役战斗机差不多1900架，歼20刚亮相时，不少人还怀疑能不能跟美国货掰手腕，结果现在服役都已经超过200架，航电系统、导弹配置都是顶尖水平，200公里外就能锁定目标。还有歼10家族，从最早的型号到现在的歼10C，装备了快600架，妥妥的国土防空主力军。要说多功能选手，还得是歼16 300多架的规模，反舰、对地攻击样样行，挂着鹰击导弹能打军舰，装上精确制导炸弹又能炸地面目标。现在在东海，咱们的战机编队3天2头巡航，数量多，性能强，彻底改变了以前机海战术但缺好飞机的局面。更关键的是产能，咱们有成飞、沈飞2大制造商，光是歼16、歼20这样的警机战机，年产量就能达到上百架，这一点连美国都比不了，俄罗斯就更别提了。而且咱们的6代机已经在研制中，虽然具体数量还不清楚，但以中国军工的下饺子传统，未来产量绝不会低。从引进国外技术到自主研发创新，中国空军用短短几十年走完了其他国家上百年的发展道路。第一个，美国。要说谁家战斗机最多最牛，美国绝对是头一号。美国现役战斗机差不多就有2800架，这数量能顶好几个国家加一块。空军的 F-22 虽说就剩180多架，可当年刚出来的时候，直接把隐身战机的门槛拉到天际，其他国家连模仿都费劲。现在主力换成了 F-35，陆海空三军都在用。海军陆战队的 F-35B 能垂直起降，跟着2栖攻击舰到处跑。空军的 F-35A 专门负责制空和炸目标，出勤率特别高。前几年在中东，美军 F-35趁着夜色摸进敌方领空，凭借隐身性能，雷达愣是没发现它，轻松把目标炸成废墟后全身而退。不过这土豪装备也有烦恼， F-22 每飞1小时就得烧掉7万多美元，比烧钱还夸张，美军实在扛不住，只能退役一部分，把宝压在6代机上，试图继续领跑全球，巩固其空中霸主地位。不过到现在，我国的第6代战机都在天上飞了好几圈，也没见到美国的第6代战机的身影，或许已经秘密研制成功，也说不定。总的来说，美国空军的实力确实很强，但也不是没有弱点。从这10个国家的战斗机数量可以看出，数量多寡并非衡量空军实力的唯一标准，技术水平、后勤保障、作战体系以及战略战术等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国家在空中力量上的真正地位。未来空战格局如何演变，且看各国如何在这些方面持续发力。